支持中共政权的五毛粉红大可以在网络上随意对我辱骂批判，但是他们阻挡不了中共党国走下坡路的事实，也阻挡不了中国经济的崩溃和成为世界公敌。看完这期节目，可能又有很多粉红破防，早一点清醒，不要沦为新时代纳粹的帮凶，不是为了我们，为了任何人，而是为了他们自己未来的生存。这还没到美国大选呢，俄乌战争也在如火如荼，但是很明显，全世界似乎没有放过中国的意思。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节目，我是公子沈。就在今天，澳大利亚法庭做出了历史性判决，他们根据生效不久的反外国干预法，判处了墨尔本的一个华裔商人杨医生2年9个月监禁。现年68岁的杨医生是首位因为违反了这部2018年制定的新法律而被定罪的人。虽然他坚称无罪，说跟中国政府没有任何的关系，可是在大量的证据面前，他的狡辩也是毫无意义的。他触犯反外国干预法的最主要的理由是他通过向墨尔本的一家医院捐赠了大笔资金，来变相的资助曾经的一位联邦部长，来影响他对中国的态度，从而影响他的决策。法官认为他的举动是明显的在讨好这个政客，从而试图影响澳大利亚政坛，而且有证据证明他跟中国的官员长期保持联系，甚至包括中共的国家安全部特工。说实话，这笔数额37000多澳元，但是你这个数额大小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而且你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他试图去讨好的这个政客叫做塔奇，杨医生这么做当然是选取一些这个澳大利亚的政坛明星，觉得他未来有可能去担任总理，那提前用资助的方式来跟他搞好关系，那未来他当了总理就得有回报，对吧？至少当你提出要求的时候，他就不得不去考虑，从而减少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的敌意，或者是制定任何的伤害中国利益的政策。但是澳大利亚的政府官员，他们首要任务是为澳大利亚的人民的利益来服务的，而不是为中国利益服务的。但是澳大利亚的法官还是有点天真，他认为杨医生本人是跟中国政府没有直接关系的。这种说法我觉得就太幼稚了，说明澳大利亚的法官还是不了解共产党。只能说法官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证明杨医生的做法是受中共指使。但是如果我们从常识来讲，有任何人会做这些事情是没有中共的指示吗？他是因为出于自己的爱国热情来帮助中共渗透到澳大利亚吗？怎么可能，对吧？这些是商人，商人是为了赚钱的，越是这种有钱人，他越花钱是很谨慎的。虽然不是特别多，但是也不是随便花的。你让他随便掏37000，哪那么容易？我们完全可以合理怀疑背后有中共的影子。最后对他的判决也是敲山震虎，让其他的所谓侨领那些跟中共关系密切的海外华人团体的组织者，看看还敢不敢这么做。这是打击中共代理人的最有效的方式。澳大利亚这么做了，我们再看土耳其也不含糊，在这个月初，土耳其宣布逮捕6名中共间谍。据路透社的报道，伊斯坦布尔的检察官指控7个人涉嫌在土耳其收集维吾尔人社区的著名人士和跟他们有关系的一些机构的信息。他们收集这些资讯是被中共政府指使，等于在海外，在一个另外国家监控当地的人民。目前已经抓捕6个人，第7人在逃。就是你的手已经伸向了全世界各地，这些国家为了维护它的主权，这些政府为了保证自己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他们该出手时就出手。即使他们考虑到跟中国的关系，特别是贸易上的往来，可能会有一点点担忧，但是现在看起来这种担忧越来越少，或者说他们对抗中国的这个勇气越来越大。当然这跟中国经济吸引力越来越低是有直接关联的就是我从你这儿赚的钱越来越少了，那么我就更不需要像过去那样看你脸色了。所以连土耳其都敢于出手抓捕替中国政府干活的人，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么做可能会引起中国的反弹，甚至外交争端吗？当然他们知道有这种可能性，可是他们还是敢于这么做，因为他们已经预判了中国是孤家寡人，全世界没有人支持中国。所以中国如果再得罪土耳其，然后再得罪其他的他渗透的这些国家这些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的国家，那么他一个朋友没有，甚至在中美问题上站中立的国家都会被他推向美国那边，对他来说也是不利的。所以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都不敢公开谴责土耳其政府。那既然你现在怂了，那别的国家政府都看到了这一点，对吧？我抓你的人你也不敢说什么了
甚至你都不敢使用你的贸易大棒进行贸易制裁或者贸易报复，那我还怕什么呢？那么说完澳大利亚、土耳其，接着就是欧洲议会。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了一份报告，这其中明确强调台湾和中国互不隶属，中国一直以来在试图以武力的方式改变台海现状，挑战国际秩序，破坏国际和平。这个报告是欧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和共同安全暨防御政策的2项年度执行报告，这2份决议案都顺利通过，特别强调了台湾的地位跟台海情势。那么这个安全政策报告当中也提到了说，只有台湾的民选政府可以在国际上代表台湾人民，你中国政府没有资格去代表，你又不是台湾人民选出来的，这一句话就把他打哑了，对吧？主权在民现在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了。对于这些自由民主国家来讲，你政府不是人民选的，你有什么权利代表人民？这个理念已经是根深蒂固了。所以欧美国家怎么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支持中国政府？唯一支持的可能性，就是因为某些势力比如说华尔街还考虑到跟中国的贸易往来，还考虑到在中国的生意所以才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辞。但是现在生也基本上做不下去了，所以他们的政治立场就会表现得更加鲜明。台湾外交部也对欧洲议会表达了感谢。其实去年12月份他们就通过了欧中关系的报告，反对中国扭曲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就是这个决议并没有讲台湾属于中国被中国政府故意扭曲，这现在已经在被国际社会不断的强调台湾民选政府代表台湾人民，其实就是站在台湾自由民主这一边。那你说欧美国家越来越强硬，这个当然他们背后有美国撑腰。那么菲律宾呢？同样的，菲律宾也是由美国撑腰，所以他现在腰板越来越直。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在澳大利亚议会发表演讲，说菲律宾是处于区域和平的前线，因为菲律宾和中国在黄岩岛有领土争端，所以菲律宾说我们是前线。实际上台湾才是真正的前线。当然对菲律宾来讲，他也可以说我们也是前线至少是南海地区的前线。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呢？我既然是前线，你们就得支援支援前线，对吧？所以他很明显是在拉澳大利亚入伙。现在他有了美国撑腰，当然他就敢放话了。他说我绝不会允许外国势力企图夺取我们哪怕是1平方英寸的主权领土，还说我们绝不屈服。这个话说给谁听的？既说给中国听的，也是说给他的盟友听的。就是你只要支持我，我就会战斗到底，我就会维护我的国家的领土安全。维护国家领土安全其实就是维护这个地区的安全，地区的和平。因为中国一直想要吞并整个南海地区，按照它的这个9段线或者10段线，这些地区都是属于中国的。那么由于很多岛屿被其他国家认为是他们的领土，而且被他们所控制，那中国如果真的要实现它的9段线或者10段线的话，那就叫发动战争才可以，对吧？那么就不是破坏和平了吗？所以只要中国持有这样的一个领土的需求，而中国又是这个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他如果说这些地方都是我的，你们都给我退出，不退出我打你，那么就会引起军事冲突。所以中国才是印太地区最不稳定因素，而且再加上他还不放弃武力统一台湾，所以说现在必须要对中国有一个强大的震慑，把它镇住，不让他不敢轻举妄动，实现他所谓的伟大复兴。因为他如果想实现伟大复兴，就一定要打仗，因为你连国家领土完整都实现不了，你实现什么伟大复兴呢？伟大复兴就意味着战争，就意味着破坏世界和平，就意味着与全世界为敌。所以菲律宾说自己是在前线，特别是南海的前线，台湾呢也是台海的前线，对吧？那么他们单打独斗的话，肯定跟中国有这个很悬殊的国力差距，那么他们当然需要外界的支持。现在菲律宾有4个军事基地开放给美国，基本上跟美国的军事联盟越来越紧密，所以小马克思敢放这样的狠话。其实台湾也应该像菲律宾一样，在这个维护国家主权立场上更加坚定，而且要表现出自己不惜一战的态度，这样的话别人才觉得支持你是对的，支持你，你不会让我失望。那么中国看到这样的一个强硬的表态，这些国家都联合在一起，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其实这才对世界和平，对地区和平是有帮助的。如果你展现自己的软弱屈服，那么反而可能会遭遇亲门踏户。所以菲律宾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最近这几年做事情，像跟美国的军事结盟，还今年1月份跟加拿大签署防务合作，而且他们在改善南海地区的一些岛屿的军事跟生活设施，并且跟澳大利亚首次开始联合海空巡逻。这也为什么小马克思在澳大利亚这次获得了非常隆重的接待。所以今天看到这几条消息，
都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更加清晰的认知，以及对中国咄咄逼人态势的一种反抗和应对。从澳大利亚的反渗透、抓捕亲共侨领，到土耳其逮捕中国间谍，到欧洲议会认定台湾中国互不隶属，支持台湾反对中国的所谓武力统一，再到菲律宾的强硬姿态，中共可以说它已经四面楚歌，外界的压力不会减少，那么内部它也会做出一些应对，做出一些调整，来应对未来的国际社会的压力挑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次两会我们会看到中共继续开倒车，这也是未来我们会继续观察的一些关于中国内政方面的变化。好，谢谢大家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加入会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